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家博。5月29日晚，2022 MSI 季中冠军赛的决赛中，安安 G 战队同 Faker 领衔的 T1 鏖战5局，最终3-2击败 T1， 继去年之后成功卫冕了 MSI 冠军，成为 MSI 史上第一支3冠王战队。比赛结束之后，各方都在评价和复盘两支战队选手的表现。过程中 ，T1 因为赛后采访遭到 LPL 观众调侃和嘲讽，嘴太硬。与此同时 ，LNG 的中单 Dwinby 也是直接暴力开团，和 Faker、LCK 彻底撕破脸皮。在开团的过程中 ，Dwinby 是发泄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，主要针对的是韩服乱封号的这个现象，开始怒怼 LCK 和韩权。Dwinby 在过往的直播中都是非常喜欢复盘比赛的，但是今年的 MSI 他因为版权问题不能复盘。昨天安安 G 与 T1 的比赛结束之后，Dwinby 直接在直播间开团，没有版权是不能复盘的。但是呢，我就说一下今天的比赛啊，我就总结一下今天的比赛。Mid gap， 我不想说太多啊。Mid gap， 该说的都说完了啊。然后 Dwinby 看了一眼弹幕，又表示失掉了。哎，真的别，我对不起，我现在开始就不说话了。不行，我怕的不是什么，我怕的是被韩国拳头看到号没了。我怕的不是别的，我只怕等一下打着号又没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回来，哎，我不开团，我真的不开团。先冷静，兄弟们，冷静。这时候稍微冷静一下。为什么别人说我在开团呢？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紧接着开始针对 T1 的表现，说 T1 的这个表现不配吃生鱼片。生鱼片没有介绍给他们啊！我说了，今天这个表现还想吃生鱼片呢，就吃那个，就最多只能喝矿泉水。今天就饿着吧，今天不要吃，今晚还是不要吃东西啊！妈呀，今天这个还想出去吃饭，他们出去吃饭直接在被 gank 啊，对吧？那附近想吃饭，然后哎，今天表现不错呀，还敢吃饭吗？对吧？这直接在外面这被粉丝 gank。之后 Dwinby 透露了他所知道的一个情况，就是说明年可能不会给 LPL 选手发韩服的超级账号了，对韩服表示非常不满。天天封号，天天冻结，还不是亚军？那没冻结号是不是季军了呀？还好冻结了哈，那个时候还好乱封号，不封号的话，说不定是4强呢，哥们，直接被G2被那个3-0，直接回家，生鱼片都吃不了了。是个什么生鱼片？妈呀，就那个去海里面抓鱼吃吧，我觉得。弹幕叫他注意安全，Dwinby 则表示说，韩国论坛现在正在清算 T1 呢，没人冲我。你疯狂开团，那肯定要开呀！我一直在等今天的，我这几天我嘴巴痒死了，我等到今天等了哇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哥们，我嘴巴真的很痒，心里就痒死了，这真的是很想说，很想开团。Dwinby 所说的问题其实是韩服乱封号的事情，这里简单和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。Dwinby 的韩服大号之前被封了，然后 Dwinby 过去申诉，解封了之后，官方说不会被封号了，结果每天都被冻结，根本就玩不了。而韩服封号的原因，按 Dwinby 的说法，就是因为 Faker， 基本上 Faker 只要一生气，碰到演员，然后说2句，韩服就开始大规模的封号。有大量职业选手的账号也被封，最近的一次封号应该就是 Faker 说因为演员的问题，英雄联盟真的有可能完蛋，然后韩服那边就重拳出击，开始封号。Dwinby 这个看样子是被韩服特殊照顾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对待在里面。总之 Dwinby 之前与 Faker 就不对付，之前几次节奏 Dwinby 提到 Faker 之后，基本后面都被 Faker 粉丝给冲了。现在 T1 战队输给了安安 G， 屈居亚军， Dwinby 直接跳明狼了，就是要与 Faker 撕破脸皮。Faker 粉丝随便喷，不仅针对韩服乱封号的事情，也是多次暗示 Faker 是真的菜还不让说了。Dwinby 早在几年前就完全站在了 LPL 的立场，也就根本没想过要回韩国，在中国娶了媳妇，退役之后就在中国当主播。他之前也说过，自己1年回韩国的时间不足10天，在韩国已经没什么朋友了，这就是比较明显的在中国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做法。
这次杜云碧站在 LCK 的对立面，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他对待 Faker 的态度是比较夸张的。阿伯认为，杜云碧这样做，除了因为韩服乱封号，自己大号被冻结之外，另外的原因是要得到更多 LPL 观众的支持。因为今年的 MSI 期间， LPL 和 LCK 两大赛区的观众矛盾非常严重，完全站在了对立面。LPL 观众与 RNG 粉丝正是与 Faker 粉丝开战，结果是成功占领了舆论高地。尤其在夺冠之后， Faker 粉丝在各大论坛已经彻底失去了话语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观众经常刷的一句话就是 KRD。 阿伯认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杜云碧自认为需要表态站队一波，虽然有风险，但是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，杜云碧都会被 LPL 观众视为自己人。那么本次 T1 为何会输掉比赛，以及近几年 LCK 的世界成绩会这么差呢？下面阿伯想和大家说一下自己的看法。从2013年世界赛 SKT 夺冠开始算起，韩国赛区在英雄联盟这款游戏里统治了大大小小的国际赛长达4年之久。虽然期间有过一次2015年 EDG 夺冠，但除了那一次之外的所有国际赛冠军全都是 LCK 赛区的。然而从2018年 MSI 开始， LPL 赛区逐渐开始找回了属于自己赛区的版本节奏，以这种快攻打架转运营的方式，在国际赛上攻城略地，拿下了之后的数个国际赛冠军。除了2019年的 MSI 以及2020年的 S 赛冠军，对于 LCK 赛区来说，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，整整4年时间，只有一个 S 赛冠军入袋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但如果你把2013年到2022年整个几年时间线拉长来看，其实2018年算是整个英雄联盟版本转变最关键的一年，因为那一年有一项影响了之后数年的标志性改动，追踪者匕首移除，也就是绿色打野刀。这仅仅只是改动的一小部分，之后官方针对 LCK 的韩式运营其实进行了相当多的致命性改动，这也让 LCK 整个赛区的运营体系逐渐开始瓦解。2017年的世界赛算是整个韩式运营几乎最后的狂欢，随后英雄联盟元素龙、峡谷先锋以及防御塔镀层的逐步加入，前期的团战碰撞成为了版本的主流趋势。虽然 LCK 非常不喜欢以这种打架的运营体系，但这些内容的加入又逼迫他们不得不去打架，因为你不去争，这些资源就会进入敌方口袋。突如其来的版本不适应也让韩国运营面临非常大的挑战，是坚持以前的玩法，还是拥抱新版本？每一支队伍都有不同的理解，但从整个英雄联盟的发展史来看，显然拥抱版本才是正解。于是才有了2020年以打架著称的 DWG， 他们在 LCK 横扫 DRX， 拿下了夏季赛冠军，又在同年的世界赛击败苏宁夺冠。只可惜在夺冠后，最强打手 New Green 因为追求更好的薪资离队，让他们的打架能力下降了一个档次，于是在2021年也让他们的实力下滑了近乎一半还多。虽说 LCK 的很多队伍如今慢慢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的版本了，但他们希望在保持打架的同时又兼顾运营。可问题在于，他们对比这种常年泡在打架武道场里的 LPL 赛区队伍，纯打架能力就是不太行。而 LPL 通过这些年吸纳的韩援，也是逐渐学习到了运营技巧，于是不仅打架功底够扎实，运营也不输你，所以才造就了今天这种打架你赢不了我，运营我也还不错的局面。那么这种靠打架运营的方式会维持多久呢？目前阿伯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，但4年或许是一个轮回，因为在最近的版本改动里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些运营方向上的改动，比如大龙攻击力的全面提升，且无法在受到攻击后的30秒内升级，英雄的耐久度更新，治疗、护盾、续航和重伤效果的调整，以及所有防御塔攻击力的上升，这些改动似乎是在预示着一些东西。部分的版本解读表示，其实这就是版本在告诉玩家前期不要想着搞事情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这些版本改动会给之后的比赛带来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版本改动一定会在夏季赛对各个赛区的玩法有点影响。虽然如今距离世界赛还很遥远，
但如果不想再呈现出过去那种一个赛区独大的情况，确实需要在版本里做点事情了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其实在赛制上或许需要一些新改动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留着之后慢慢讨论。最后，对于此次杜因币与 LCK 彻底撕破脸，以及阿博所说的 LCK 赛区落寞的原因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